認墮胎權的標誌性判決羅訴韋德案可能將被推翻。消息一出，聯邦最高法院門外爆發大規模。Stop pro-life is a lie. You don't care, people. How dare they try to deny women their rights and their freedoms? You oppose abortion because it kills babies. No, you're building a Five people think that they can dictate to tens of millions of women across this country. If you want to stop abortions, then help me stop unwanted pregnancies. 大家好，我是法山，一名平平无奇且私货很多的法律工作者。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最近在美国再次引发极大争议的罗伊诉韦德案。5月2日美國一家政治新聞網站就發布了一份美國最高法院外洩的判決草稿。草稿顯示美國最高法的大多數大法官成員就準備推翻近50年前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羅伊訴韋德案。如果推翻成功的話，這意味着美國婦女的墮胎權將不再受美國憲法的保護，由各州自定。這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若羅伊案被否定，那作為一名女性呢，如果你生活在保守主義盛行的州，那你甚至有可能完全喪失自主決定能否墮胎的權利。什麼叫完全喪失呢？就是即使你是因被強姦而懷孕的，你也存在不准墮胎的可能。美國最高法對羅伊訴韋德案的推翻將意味着美國反墮胎人士長達50年的鬥爭取得勝利。但同時因為墮胎問題長期以來都可以說是美國爭議最大也最情緒化的議題，本次呢對羅伊案的推翻也被指是美國近年來出現的最大憲政危機之一。所以事情的來龍去脈究竟怎樣，情況怎麼就變成這樣一個情況了呢？為了做好本視頻我仔細學習和研究了我們國內包括法大方流芳教授、對外經貿大學馬特教授、南州大學李清宇副教授等在內的有關專家此前對本案專業的介紹和評論，我會在屏幕中將有關文獻列出來。而在看了這些材料以後要把事情說清楚，我們就必須對以下3個問題進行介紹。第一是羅伊訴韋德案的來龍去脈，第二呢是羅伊訴韋德案的爭議點，第三是羅伊案為什麼會成為美國黨爭的焦點與工具。首先是羅伊訴韋德案本身，我們先說背景根據方流芳教授的研究，其實在1900年除了一個州以外，美國幾乎所有的州都將墮胎定為犯罪。主要原因呢，除了防止非法墮胎造成傷害事故以外，還有2點。第一呢是道德立場，比如美國醫療協會就認為女性墮胎是無視因婚姻契約而承擔的義務，只享受婚姻快樂而不承擔婚姻責任和生育痛苦。而第二呢是當時美國出生率的急劇下降。我們都知道美國也是一個公眾普遍有着宗教信仰的國家，在有這些歷史原因的情況下呢，當時羅馬天主教就修正了他的教義，譴責墮胎是扼殺生命，而天主教對墮胎的態度某種程度上就直接影響着美國民眾對墮胎的道德評價。可隨着時代的發展尤其是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美國女性權利意識開始不斷覺醒，與之相對的法律對墮胎的嚴格限制與這份權利覺醒發生的衝突也愈發激烈起來。比如隨着職業女性數量的不斷上升，禁止墮胎呢會令很多職業女性會因為意外懷孕而導致了事業的中斷。另外呢，我們都知道如果男女雙方離異，單身母親呢無論在再擇偶還是在就業時，都會不可避免的出現一些客觀的障礙。而禁止墮胎呢，一方面增加了離婚的難度，另一方面呢也造成了單身母親對職業女性明顯不利。所以在矛盾不斷累積的作用下，終於20世紀70年代，一名女性向德克薩斯州刑法提出了挑戰。1969年，美國德克薩斯州一個叫做諾爾瑪·麥克維的21歲姑娘就訴稱自己因遭受強姦而懷孕，但她薪水微薄，根本無力撫養孩子，且當時呢，德州刑法就規定了，除了依照醫囑為拯救母親生命而進行墮胎之外，其他一切墮胎均為刑事犯罪。於是呢，他就只有將這個孩子生下來，並在分娩後將孩子交給不明身份的人收養。為此呢，他一直耿耿於懷。於是在1970年，在2名女性律師的幫助下，麥克維呢就化名羅伊，將其所在縣的檢察長亨利·韋德告上法庭，認為婦女有權自行決定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以什麼理由停止妊娠，而這種權利呢卻被法律所剝奪，是違憲的。案件曝光後呢，就迅速地引發了軒然大波，而他在起訴時可能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會因為這起美國歷史上極具標誌性的案件而歷史留名。
再來起訴後德州政府進行了抗辩，其中一個核心的抗辯理由呢，就是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第14修正案的第1款就規定了，任何一州不經正當法律程序都不得剝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而在此前提下，胎兒也是憲法意義上的人，非經正當程序而剝奪胎兒生命，即為第14修正案所禁止的行為。是的，在美國支持女性有權選擇是否墮胎的叫選擇派，而反對者則叫生命派。在生命派看來自女性懷孕或者說腹中胎兒有了心跳起，胎兒便有了生命，你選擇堕胎即是在殺人。而選擇派與生命派在法律上的核心之爭，即女性選擇權與胎兒生命權的权利位阶之爭。案件一直上訴到了最高法院，而終於在3年之後的1973年，最高法院呢以其比2的多數意見做出了裁定，胎兒从未被法律承认是完整意義上的人。而德州刑法呢禁止墮胎的規定過於寬泛地限制了婦女的選擇權，侵犯了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條款所保護的隱私自由。因此呢，他們認為婦女有自行決定是否終止妊娠的權利。但是最高法也對終止妊娠的權利做出了限制，給各州呢留了個口子。即在頭3個月胎兒不能獨立存活，此時呢墮胎無所謂侵害生命，也無相於孕婦的健康，墮胎選擇權呢就優於胎兒的生命權，孕婦呢有自行決定終止妊娠的權利。而在第2個3個月呢，胎兒依舊無法脫離母體獨立存活，墮胎選擇權依舊優於胎兒的生命權，州呢就可規定墮胎程序，但內容呢就必須與孕婦健康相關。而6個月後因為胎兒客觀上已經有了獨立存活的能力，胎兒生命權呢就高於婦女的墮胎選擇權，各州呢就可規定禁止墮胎。而這就是羅伊案中的3段論。你認為這個3段論合理嗎？請把你的觀點打在公屏上。在最高法對羅伊案做出判決以後美國地方各州呢就迅速調整了自己地方關於墮胎的規定，以和判決的精神進行統一，女權主義者大獲全勝。著名女權運動家瑪格麗特·桑格就對此有一句名言是沒有權利支配自己身體的女人不能說自己是一個自由人，直到女人有權利自覺地選擇是否做母親，她才有資格說自己是一個自由人。最高法對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在當時美國女權主義者看來是實現女性自由的重大體現。但是墮胎問題真的就有了定論，得到解決了嗎？需要首先指出的是，就在當時關於羅伊訴韋德案，聯邦最高法院內部也有涇渭分明的觀點，或者說不僅僅是聯邦最高法，整個美國法律界對他的批評也一直不絕於耳。具體爭議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第一是來自於原旨主義的批判。什麼是原旨主義呢？你可以簡單的把它理解為奉法條為旨，反對違背原法律精神的解釋。比如說羅伊案的判決中不是說憲法保護婦女隱私權嗎？就在該判決的原文裡持反對意見的保守派大法官倫奎斯特和懷特就明確地提出了反對。他們認為憲法原文並未明確地宣示婦女隱私權這一權利。在羅伊訴韋德案中佔多數地位的法官們凌空倒虛地理智了這一憲法權利。所謂的婦女隱私權既無憲法文本的文字依據，也無普通法傳統的歷史基礎。是的，你回過頭去看美國的憲法原文，裡面確實沒有一個字提到隱私。這時你法官說憲法保護個人隱私，那是張口就來。第二是說理不足，比如判決中一方面說生命始於何處還沒有定論，法律不宜貿然界定，一方面呢又提出了自己的3段論，這不自相矛盾嗎？第三是司法越界，有批評認為關於是否允許墮胎是一個需要通過民主立法決議的政治話題，聯邦最高法通過司法權力對此妄加確定是越界，而正是這份越界導致了後續50年美國民意對此議題的極端撕裂。除去法學爭議本身回到美國社會，作為一個公众普遍存在宗教信仰的國家，在他們保守主義者的價值觀裡生命始於受孕，墮胎呢就等於謀殺的思想可以說是根深蒂固。聯邦最高法的判決並不能扭轉生命派長期以來深植於心的觀念。比如全美天主教主教團早在1968年便成立了全美生命權委員会來捍衛和鞏固自己的觀點，這些聲音呢並未因聯邦最高法的判決而衰減，反而愈演愈烈。在接下來的50年裡方流芳教授在論文中描述到，更是每當最高法院審理墮胎案件的時候，支持和反對墮胎的民众就针锋相对地進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一方的口號是生育選擇是我自己的事，而另一方的口號是不許有殺人的隱私。與此同時游說的抗議信件如潮水一般湧向最高法，示威者就封鎖了墮胎的診所，勸阻了孕婦尋求墮胎諮詢。這些行為在全國各地是司空見慣的。
在極端的情況下，反對墮胎者甚至出現了槍擊墮胎診所等暴力行為。用美國最高法一位大法官斯卡利亞的話來說，羅伊判例並沒有化解人們在墮胎問題上的分歧，反而成了加深和擴大分歧最主要的原因。正是羅伊判例將分歧推到全國範圍，從而給解決分歧制造了無窮的困難。所以諸位明白了嗎？羅伊訴韋德案是在當時進步主義和女權主義不斷向上的背景下出現的一個標誌性案件，而聯邦最高法則試圖通過正確處理這一富有爭議的案件，在兩種聲音中取得一種平衡的解法。但令人萬萬沒想到的是，美國獨有的司法和政治生態似乎對此並不買賬。這份判決反而令一個原本沒有那麼對立的話題愈發尖銳，並同時成了美國民主黨和共和党之間角力的工具。在美國總統大選中每個候選人對墮胎問題的看法都嚴重影響着選票本身。也正因如此兩黨也在本議題上各自選邊站隊，搖旗吶喊，通過爭取極端群體加劇了議題的撕裂。而在各方总統上位以後他们也往往都會毫不猶豫地通過提名最高法大法官來影響議題走向。所以在羅伊訴韋德案後還出現了凱瑟案等多個最高法判例對羅伊案進行調整與糾正。但由於總體勢均力敵一直沒有出現將羅伊案徹底推翻的情況。直到2016年，一名叫做唐納德·特朗普的男人代表總體反對墮胎的共和黨，在眾人的簇擁下緩緩地登上了美利堅合眾國的王座。同時那位認為墮胎既是謀殺了上帝，則更是給了這個天選之人在9名聯邦大法官中提名3位大法官的機會。最高法莊嚴的座椅上一下子齊齊整整坐滿了一群保守主義的信徒，他們目光冷峻地看着眼前這已經被衝擊了50年的羅伊訴韋德案，互相點了點頭，舉起了手中的法錘。所以特朗普是如何有這樣的機遇的？兩黨權力的遊戲到底是怎麼玩的？本次最高法又準備如何推翻羅伊案？它又會對美國造成什麼重大影響呢？因為今天確實超時了我們就聊到這裡。如果朋友們對後續話題感興趣，我們再次開啟追劇模式，請一鍵3連並保持關注，點讚過5萬我們就解鎖下集。我是法山，一名平平無奇且私貨很多的法律工作者，持續為你提供有價值的法律內容。感興趣的朋友請一鍵3連並保持關注，我們下期再見。